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科技博览会上，与抢走我女友的老同学相遇，他一边嘲笑我待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，一边炫耀自己在家族企业里几十万的年薪。哟，这不是老同学吗？当年的学生会会长，怎么现在甘心当社畜了呢？哦，你前女友现在给我当小情人呢，连我老婆都没资格当哦。等回头同学会，我带给你瞧瞧，她现在被我滋润的水得很。看着她名片上的公司名字，我淡淡一笑，拨通电话，立刻停止与沙比公司的一切芯片合作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你好，请问对我们产品体验怎么样？现在咱们这款产品，我正在展销会上和客户做推销时，一道夸张的声音猛地在我耳边炸起。哎呀，这不是咱们学生会会长吗？毕业后不是拿到了高薪职位吗？现在咋成了推销员了？这声音夸张得像喊麦，带着浓重的口音和韭菜盒子味儿。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，才发现这声音是冲着我来的。来人是我大学同学，家里有矿，是妥妥的富二代。看来他并不知道，我从大厂辞职后自己创业，然后一不小心就融资了，然后又一不小心上市了，接着再不小心就干成了行业第一了，而且还很不小心的做了虚拟交互这个朝阳产业。不好意思，我在工作，我不想和他多扯，笑着拒绝了。结果一回头，客户居然走了。我皱了皱眉头，转身就要回展销位。赵斌，是不好意思见人了是吧？来，我看看你的产品，都是老同学吗？我这下停下脚步，将产品递给他。陈强接过产品，就揽着我肩膀：小赵啊，你千万别觉得不好意思，你现在生活困难吧？只要你好好低个头，说句好听的，我给你安排好工作。陈强揽着我肩膀，把我带着坐在了长椅上。我只能朝他保持笑脸，毕竟他现在是准客户，而且新产品的用户体验对我很重要。我暂时不打算换工作，你试试这产品，挺好的。陈强把产品放在一边，自顾自地抽着烟。我皱了皱眉头，也没阻止客户的没素质。就你推销的，能有啥好东西了似的？小赵，这些年学生会会长是你做的最大的职位了吧？你伺候我，我也就给你换个工作了。我现在做的产品才是好玩意儿，跪舔我几口，在我手底下工作，也能带你这土包子见见世面。陈强吐出口烟，妥妥的暴发户模样。不过也对，他家属于是父子两代富二代了。我听着这话也没计较，把产品拿了回来。如果你对产品没兴趣的话，那我先拿走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。陈强一下把烟蒂扔在了我后背上。你还以为这时候是特上学呢？你装什么清高？你当年追了2年的陈莹，现在在干嘛你知道不？陈强这一嗓子几乎把整个会展的人都惊到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身上。陈莹，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心口一震，回过头冷冷瞪着他：我要工作，麻烦你别烦我。我说完就要走，陈强却不依不饶，故意提高了嗓音喊：你如果想知道陈莹近况，过2天就来同学会，毕竟他现在也到处打听你，想见见你呢。我深吸口气，努力压下心口怒火与当年的回忆，直接离开了。这展会上人多眼杂，这事儿如果我多纠缠，鬼知道后面会爆出来多少小道消息。见我离开，陈强也就冷笑一声走了。我回到展销位，打电话给了公关部，秘书给我端来一杯水。老板，
刚才那个就是一个小厂商的老板，你为什么？我喝了口水，摆了摆手，配合公关部门把这件事按死在源头。至于这种小人和他纠缠，都是对他的抬举，对自己的不尊重。秘书点了点头，立刻给公关接洽去了。在展销忙了一天，夜里刚到酒店，我又收到了陈强的微信请求，我没接受。这小子又疯了似的电话轰炸，我不耐烦地接了电话。小赵啊，虽然你混得不咋样，但是我也不对，我不该当众让你难堪，你可不能因为这个不来同学会啊。同学会这个词汇已经足够让我反感了。当年还拿着补贴金的我，在学校里根本没有朋友，而且陈莹也来了，说是想见见你，说是很久没见同学了，想见见。我沉默了，这个名字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，本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有任何交集，但是如今再次听到这个名字，还是会让我内心泛起波澜。陈莹真的来？当然，我保证。后天下午我给你聚会地址。我犹豫片刻，答应了。展销会结束的当天，陈强给我发了聚会地址，地址是在一处5星级酒店。到地方后，我让司机先走，就自己上了酒店。咱们大会长到了。陈强和几个同学围坐在餐桌边上，我定睛一看，这陈强大学时期的狗腿子都在，甚至还多了几个，看来是社会毒打，让不少人向现实低了头。我随便找了个位置要坐下，陈强忽地朝我一招手，露出一口大黄牙，笑着：陈大会长怎么能坐在这么角落的位置？来，我这个主位给你坐。陈强起身，一边伸手拉我，我懒得计较，起身就要坐过去。我还没坐下，周围同学就开口了：强哥，就他这种不识好歹的，也配坐在主位？赵斌，你是幼稚到不知人情世故，还是真把自己当回事？我看着这些同学的嘴脸，实在不想多扯，但是今天我又的确想见陈莹，只能重新坐下。主位我的确不配坐。陈莹还没来吗？话音落下，这群人疯了一样嘲笑，陈强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的。我靠啊，真是绝了！你也真是痴情种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在惦记他呢？我眉头一紧。你们知道陈莹近况？她现在的生活情况没有好转吗？当初陈莹和我都是班上最穷的孩子，但是也是学习最好的孩子。我们在一起不断深耕学业，畅想着毕业之后的未来。那时我们约定一定要成为我们最想成为的人，那时我们也约定一定不会被生活打败。而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他。在毕业前夕，我也终于鼓起勇气和他告白。陈莹笑着答应了。我原以为我们会有很美好的未来，但是毕业之后，陈莹因为家里有事忽然消失，我怎么也联系不上她。我一直以为我和他的爱情故事早就结束，但是当下的情绪无法欺骗人，重新听到他的消息，我还是会不自觉地关心。而且我有今天，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和陈莹有很大关系。没有他，当时我真可能熬不过陈强他们对我的霸凌。每当我感觉挫败时，陈莹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会出现在我身边给予我安慰的人。我很难接受，那么努力的他，生活依旧落魄。陈强见我为此焦急，一脸惊讶地盯着我：不是吧？你还真关心他呀？真痴情，真厉害。不过你想没想过，陈莹可能压根没喜欢过你？他的话又引起一阵哄笑。赵斌，你现在就是个小推销，还是不要惦记人家陈莹了。你看看咱们强哥，人家才是陈莹第一选择。我心里惦记着陈莹，
对这些人更加不耐烦了。你们也配这么说陈莹？我完全不掩饰我的不耐烦。我话说完，周围人一下哄堂大笑。陈强一本正经地拍着我的肩膀：“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保持这么愚蠢的？”我一把拍开他的手：“陈强，别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肮脏，而你也配不上陈莹。”我冷哼一声，轻蔑地看着他们。陈强等人忽然笑得更大声了，好像在看什么大笑话。我皱着眉头，感觉有些不对劲。这时，一阵高跟鞋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我的心脏猛地一震，赶忙朝着门口看去。自从大学毕业，失去陈莹的消息之后，我一直没有再恋爱，日复一日，工作越来越忙。我也一直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，甚至以为自己对这个女人再没有惦记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我即将再一次见她的这瞬间，我的心跳居然和当初大学时期一样。陈莹踩着高跟鞋缓缓进了大门，她比大学时期少了一些青涩，多了几分成熟和知性。她黑发披肩，鼻梁高挺，大眼睛微笑着，像月牙儿。全班的男同学都看呆了眼，女同学也都露出了无法掩饰的嫉妒眼神。我微笑着起身看着她，居然感觉有些拘谨。陈莹，好久不见啊！陈莹走向我，在我面前站住，微微一笑。我期待又紧张地等着她张口。她唇齿轻启，眼神轻蔑又冷漠。傻逼，你也配得上我？陈莹说完，高傲地从我面前走过，坐在陈强身边。周围的笑声几乎要掀开屋顶。我大脑轰的一下炸开，忽然明白刚刚这些人为什么一脸看热闹的表情，原来是把我当成了小丑。我看着陈莹，有些难以置信，当年一直陪着我勤工俭学的她，居然会和这些人同流合污。陈莹依偎在陈强大腹便便的肚子旁，笑意盈盈，而陈强一副得意的模样看着我，嘴里叼着烟，吞云吐雾。陈大会长，你这前女友现在可是我的小情人呢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要是还对她念念不忘，我也能让她过来陪陪你，不过前提是你得跪下来求求我。陈莹对这些话丝毫没有半点羞耻，反而昂着头，颇有些洋洋自得地斜睨着我。赵斌，毕业这么多年，你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还是这么幼稚。当年我说的房子、彩礼，你能出得起哪个？看看你这穷酸样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什么都给不了。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比跟着你好得多得多。陈莹说完，还略带谄媚地给陈强点了根烟，继续靠在他肩头做小鸟依人状。我点了点头。当年和陈莹在一起，好多回他貌似不经意地暗示我买房子、出彩礼的玩笑话，原来都是真的。原来这就是他离开我的原因。原来只要一瞬，就能将多年的遗憾抹去。心动变心死，他们处心积虑把我套路过来，原来真的只是单纯的来羞辱我。而陈莹甘心做了他们手里的刀。好，很好，那我祝你们所死。这么多年商界驰骋，我的心性也绝非当年大学时候能比。对这种人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给他们纠缠的机会，就算多牵扯一秒，我都觉得会让我掉价。我起身，刚想离开，陈强就砰的一声拍了下桌子，一脸不屑：“赵斌啊，大学的时候你仗着自己学习好、清高，我今天找你来，就是为了让你低个头。今天不给爷低个头认怂，你别想出去。”我站在门口顿住了脚步，气得笑了一声，回头看他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就是看不惯班上有人不给你拍马屁是吧？”陈强昂着头，叼着烟，
理直气壮地点了头，还真就是，你能怎么着？对了，待会我还约了一位英博的高管过来吃饭，我看你推销的就是英博的产品吧？等下来的可是你领导的领导的领导，能不能留住工作，就看你现在的表现了。明白？我愣了一下，我推销的的确就是英博的产品，因为我就是英博的大老板。我挑眉看他，陈强，你约英博的高管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陈强嗤笑道：英博现在全国首屈一指的虚拟交互产品公司，你知道多少人想和他们合作都没门路吗？而我马上就要和英博进行商业联合，今天之后你就是我半个员工，你要是还想好好过日子，今天就给我学乖一点，过来给爷跪舔吧。陈强指着我说得洋洋自得，周围同学一个个眼里放光，拍马屁的话是层出不穷，我听得都有些反胃，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说出口的。陈莹看着我，阴阳怪气，赵斌，你看看人家强哥都快和全国顶尖公司合作了，不过你也不差，好歹是全国顶尖产品的推销员。哈哈哈哈！我冷笑了一声，戏谑地说：对，强哥是真厉害，我就想知道英博什么时候说跟你们合作了，你们又能合作什么？这件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陈强家族的沙比公司一直就是行业里不值一提的小厂商，能赚钱也不过是因为这是个朝阳产业，而我的公司完全不可能和这种厂商有半点合作。但凡传出去，我的公司脸还要不要了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的事儿可多了。陈强不屑地笑了，得意地说：你知道王总吗？咱们市的分部经理，你应该知道，毕竟这算你顶头上司的上司的上司了吧？我皱了皱眉，想了想姓王的高管，我还真没想出来。英博集团经过这些年早就成了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大集团，我只不过这一次展销会来到这个城市而已，具体情况我还真不太了解。强哥，那你什么时候把王总找来？我咧嘴一笑，试探性地问了句：不论如何，我是不会让集团任何地方分部的人和这种小厂商合作的。我倒是想看看他口中的合作到底是怎么个合作法。陈强冷眼瞥了我一眼，指着我嘲笑：大家看到没有，咱们陈大会长的清高硬骨头也会失灵啊。话落，所有人又是一次哄堂大笑，我也跟着笑了两声，也没把这群小丑放在眼里。等了没一会，一位西装革履、眼睛长在头顶上的男人进来了。男人大腹便便，鼻孔朝天，一进门就直奔主位。陈强也很识时务地让开了位置，恭维着请男人坐下。王总，你想吃点什么？喝点什么？您开口，我再点。陈强太监似的站在一边，点头哈腰的。周围的同学个个要么倒酒，要么倒茶，一个个拍马屁，拍得各显神通，比刚刚嘲讽我的时候还热闹。我提议，咱们每个人都给王总敬酒，王总能来见咱们一面，那是咱们天大的荣幸。陈强高举酒杯，大大的拍了个马屁。王总依旧稳坐钓鱼台，只是轻轻一笑：小赵客气了，这架子倒是拿捏得足足的。我上下打量着他，怎么也想不起来这货到底是谁。陈强，你和王总到底谈什么生意呢？我懒得和这些人再走这些没用的过场，直接开口问了一句：你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场合？你是不是看不出来？陈强一下变了脸色，先吼了我两句，转头又看向王总：王总，这赵斌是你们公司的推销员，这小子不识时务，就我说了你会来，这小子倒是一点没把您放在心上。王总，依我看啊，
还是您对员工太好了？这所谓的王总听完，当场就皱着眉头看向我。这种端着架子的领导，最接受不了的就是员工不给他拍马屁。你是我们公司员工，哪个小组的？展销会去没去？最近业绩好不好？工作努力了没有？好好加班了没有？这老东西一开口，架子倒是直接端起来了，整得我一时之间倒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我只能点了点头，嗯了一声，紧接着就问王总，咱们公司到底和沙比有什么合作？按理说，咱们的供应商都得是国际知名的厂商，董事会对外也是这么说的。和沙比这样的贴牌厂商合作，不会出问题吗？我话刚问完，王总脸色一下拉得老长，不爽地瞥了陈强一眼。陈强被这一眼看得发毛，指着我开始嚷嚷：“这也是你该问的，高层当然会有高层的决策，你一个小推销员，你还以为你是老板吗？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问东问西的，你想干嘛？你老板可在这儿呢，你不想干，现在就能滚蛋！”陈强嚷嚷一通，这个所谓王总并没说话。很显然，陈强说的就是这个王总想说的。我没搭理陈强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王总。王总，有些合作咱不能做吧？如果只是为了本区域的利润，在产品质量上以次充好，这事要是被上面知道，砰！我话还没说完，王总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：“小赵啊，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不能乱说。谁说沙比出来的产品就只能是沙比牌的了？什么叫做代工厂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做授权你知道吗？年轻人火气不要太旺盛，你要是想举报，我也随便。但是你的工作态度，对领导的态度，让我很不满意。”闻言，我心里猛地一惊，好家伙，代工厂！一直以来，我的公司谈合作，压根就不会和这种组装零配件的代工厂谈。谁会要和一个搞流水线的工厂做战略合作？谁不是直接找品牌方？王总这话说的离谱的，就像是我要找 iPhone 合作，然后他给我找了个 iPhone。他如今当着我的面能说出这话，摆明了就是说让陈强做的就是盗版，而他要和盗版商合作，以减少生产成本，提高利润。而这中间他能中饱私囊多少？不费脑子想也知道。王总如此有恃无恐，我感觉要坏事，指不定现在出去的产品里就有以次充好的，更或者不止王总管理的区域会有这个问题。我费尽心血创办的英博，如果被他们这么弄下去，迟早完蛋。我一下变了脸色，冷冷地盯着王总：“偷工减料，以次充好，中饱私囊。谁任命你做的地区经理？谁是你在总部的人脉？你现在把事情说清楚，我也许还能不让你进去蹲耗子。”我砰的一声，狠狠地拍了桌子，站起身，恶狠狠地吼了一句。一时间，整个桌子的人都傻眼了，陈强也懵了一下，随即才指着我怒骂：“赵斌，你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大呼小叫！”我冷眼瞥了一眼陈强，压根懒得搭理这种小丑。我是谁？我是赵斌，英博创始人，现任董事长赵斌。我想着这话陈强肯定不会相信，但是这王总总能知道我的名字，多少会掂量掂量。可是谁知道这群草包沉默了一会之后，又是一阵哄笑。我靠，赵斌你疯了，你是真的疯了，你白日梦能不能少做一点？周围同学哈哈大笑，陈强更是嚣张地说：“你还英博现任董事长，那我就是英博董事长他爹！”啪！我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巴掌。陈强，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，我一直不想跟你计较，但是今天这件事是我集团内部的事，我没空跟你们在这瞎扯。陈强一下蒙圈了，
周围同学一下指着我破口大骂，场面一度混乱。陈莹一边看着陈强伤势，一边骂我：“赵斌，我知道身为一个失败者很难受，但是你不能真成神经病吧？你现在居然都敢动手打人，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是英博董事长了？”我冷眼扫了一眼这个女人，直接无视了她，将目光落在了王总身上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现在坦白还有机会。王总依旧坐得稳稳当当，架子拿捏得死死的。他瞪着眼睛看我：“小崽子，我们董事长的确是叫赵斌，但可不是叫了赵斌就能做我们英博的老板。董事长是什么人？能到这饭局来，能被这些人看不起？你想在我面前装，当我傻？既然你不想做推销员，那你就别干了。赵斌是吧？你主管是谁？我现在就跟 HR 说一下，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”说完，这王总就开始打电话了。我有些无语，看来平时保持低调神秘，还低调出问题来了。自家员工都不认得我，我也懒得跟他再费口舌。既然你不坦白，那就等着和监理会、警察叔叔坦白吧。说完，我也拿出电话打给秘书，紧急召开全国管理层会议，不能参加的就线上参会，所有在本地区的高管必须参加，上到区域负责人，下到市场主管都来。监理会、法务部和财务部组建紧急联合调查组，把全国各分公司分区的账目都给我查清楚，包括所有供应商，通通查一遍。挂了电话，我才发现所有人都看傻子似的盯着我。陈莹看着我一脸讥讽，笑着摇了摇头：“赵斌，虽然我看不起你，但是如果你变成神经病，我还是挺可怜你的。”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，王总也跟着冷笑了一声：“开会，好好好，我倒是要看看待会开不开会。如果你真是我们董事长，我不仅跟你坦白，我还把我中饱私囊的钱都给你，我也不怕你知道我就是中饱私囊了。怎么了？你一个社畜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？”王总不屑地嗤笑了一声。我冷眼扫了一眼在场的所有人，最后把目光放在陈莹身上。不得不说，在过去，这女人对我的确意义非凡，而且这整件事和她没有太大关系。我还是忍不住劝说了一句：“劝你一句，还是尽快靠自己的能力生活，再不济也换个对象。陈强这种人渣，信不得。”陈莹嗤笑一声，抽着烟吞云吐雾：“你这个屌丝，还对我有幻想？你回家上卫生间里想吧。你有什么资格劝我？你现在连推销的工作都没了。”我冷眼看着他，嗤笑一声，转身离开。我是好意提醒，听不听就不关我的事了。回到分部公司的办公室，秘书立刻迎了上来：“老板，消息已经发出去了，不少高管都不知道这次紧急会议的议题是什么，需要和他们解释一下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先把所有区域经理的资料给我，还有本区域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都列出来给我。”我冷着脸，语气冰冷生硬。秘书立刻照做。不出10分钟，我就找到了那位王总的资料。这货叫做王鹏，进入公司2年，就直接空降成了这里的区域经理，而让他空降进来的是我任命的总经理。好，很好，我不禁冷笑。看完资料不久，一众能参与会议的各区域领导已经陆续赶到了分公司。老板，人已经都在会议室了。秘书进来说，外地和国外的同事会线上参会。我点了点头，他们是不是都不知道我来了这的展销会？秘书点了点头，是的，您这一次参加展销会，是我通过正规入职给您办理的手续。
我点了点头，让他们先等等，我马上过去。秘书点了点头，出了办公室。我直接给陈强打了个电话，没一会电话接通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对方就开始嚷嚷了：赵斌，你还是有点东西啊！你怎么知道今天英博会开会？不过就算真开会了，跟你这个推销的也没啥关系。刚才王总可是调查过了，你就是最近刚应聘进来的小菜鸡。我说你这逼装的可够大的，牛都被你吹上天了。你现在如果是想求我帮你找回工作，那就到酒店来，跪下来求我。我听着陈强嚷嚷这么多，一下又没了耐心。我深吸口气，压下心口对这个沙比的厌恶。我不想事情闹大，更不想这件事闹到媒体上。你现在告诉我你和王鹏的勾当，我还能私下处理，这对我们都有好处，不然我只能对你们公司动手了。我的话刚说完，陈强就骂了一句傻逼，然后就挂了电话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我无语摇头，出了办公室。刚出办公室，迎面我就撞上了王鹏。我皱了皱眉头，你怎么现在才到？王鹏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都被开除了，还过来干什么？想闹事，赶紧滚！再不滚，我叫保安了。我冷着脸瞥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我特么和你说话呢，你这什么态度？还真以为你是董事长啊！王鹏激动地大喊。我看着他跳脚的模样，懒得和他多说。这家伙显然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我转头对秘书说，通知沙比公司的人也过来，这件事在公司内部就解决掉。秘书答应了一声，我转头就朝着会议室走。王鹏一个箭步上来要拦着我，你想干什么去？你以为随便找个人来就能装秘书？我劝你赶紧滚蛋！保安，保安！我瞥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推开会议室大门。王鹏估计也怕开会迟到，只能赶紧加快脚步，跟着我一起进来。会议室除了有本区域的管理层，大屏幕上还有其他区域的管理层正在线上会议室。我一进会议室就直奔主位。王鹏大喊了一声：赵斌，你小子往哪儿坐呢？我没搭理他，一下坐在了主位上。所有人都直愣愣地看着他。有此前王强的保证和他查到我小职员的入职信息，他显然没想过我真是董事长。他朝着屏幕上的总经理刘伟笑笑：刘总，这小子就是我这区域的一个小推销，他工作能力不行，已经被开除，竟然跑来闹事。说罢，他指了指一旁的 HR： 你去喊保安上来，赶紧把他弄走，待会董事长来，别让他捣乱。会议室里的气氛凝重而安静，因为王鹏是空降，所以不认识我，但是在场的其他老员工都见过我，他们当然不敢多说话。我坐在主位上看他大喊。王鹏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。视频里，总经理刘伟脸涨得通红，两眼瞪得溜圆。王鹏，你发什么疯？他就是董事长，你是瞎子还是傻子？刘伟几乎是攒足了力气吼出这话的。我心里憋着笑，他给人走后门，现在闹出这档子蠢事儿，现在估计活剥了王鹏的心都有了。王鹏，我不知道你抽的什么风，但是你马上给董事长道歉。我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个人的情绪无所谓，我就是想问问王总，你中饱私囊的事情先说说吧，交代清楚这个，我们再聊聊你是怎么空降下来的。话落，视频里的刘伟一下就急眼了。董事长，这王鹏当初在对手公司的业绩，他话没说完，我就抬起手打断。我直勾勾地看着王鹏，你自己交代，还是我查完账本之后再交代？这件事我不希望传到任何媒体耳朵里，你现在说清楚，
我还可以内部解决，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。现场的气氛一下降至冰点，王鹏脸上淌出冷汗，扑通一声跌坐在了地上。他脸色苍白，求救似的看向了大屏幕里的刘伟。刘总，董事长，我真的什么也没干。对了，陈强，都是陈强那小子忽悠我的。他说他是咱们合作商的国内代表啊，我真的是被骗的。我真不知道他就是个做假货的呀！我抬手打断了他，正准备说话，会议室大门被人打开了。陈强大摇大摆地进了门，大声嚷嚷：“卧槽，赵斌，你小子真的神经病了是吧？人家开会你坐在这干什么？”我嗤笑了一声，看向了王鹏：“来，你给他解释解释。”陈强呆呆地看了眼王鹏，怔怔地问道：“咋了，王总？你怎么坐在地上？你咋还让赵斌这小屌丝混进来了？”陈强说着就去扶王鹏，啪！王鹏当即一巴掌呼在了陈强脸上：“谁让你骗我说你是国外厂商的代理人了？你特么就是个做盗版的，你还想骗我和你合作？”陈强应该是被打懵了，一下也没反应过来。他捂着脸，下意识地说：“不对呀，我是干什么的？你不是一直都清楚吗？而且该给你的钱我都给你了。王总，你现在说这个不合适吧？而且这钱你不是也往上送了吗？你现在忽然和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”话音落下，整个会议室的人都嘶的一声倒吸一口凉气。我冷笑着看着陈强：“多谢你，倒是把事都说出来了。”陈强一下指着我鼻子骂：“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这些事儿你一个推销知道了又咋样？”啪！王鹏又是一巴掌盖在了他脸上：“这是我们董事长，你个有眼无珠的东西！”陈强错愕，呆呆地看了我好一会。他当年读书的时候就是个贫困户啊！我直接打断了他。我说了，给你机会说清楚，你不说，那就我来严查。当然，内部的事情也需要彻查。刚刚你说了，不仅给了王鹏钱，还给了他上头钱是吧？陈强看了看王鹏，又看了看刘伟，支支吾吾，半天没说出话。我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：“陈强，你们现在不想进去踩缝纫机，最好给我坦白，否则我保证你们下午就得进去，沙比公司也一定保不住。”我大吼一声，陈强吓得跌坐在了地上。他看着我，哭天抢地地喊：“赵斌，不是赵董，我是真不知道您就是董事长，我以为您就是个推销员。都是陈莹，都怪陈莹，是那女人告诉我您家穷得叮当响，是她说看见你推销东西，我才去找你的。王鹏也在胡说，是他先找的我，问我想不想和大公司合作的，还说我只要给了钱，我就能和你们合作。我们可是老同学，你不能把我弄进去啊！”陈强跌坐在地上，哭天抢地地喊。王鹏一听就坐不住了，一巴掌扣在了陈强头上：“不是你来巴结我，你现在说是我找你，你谁呀？也配让我找你？赵董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背叛我们公司的。”他话刚说完，陈强一拳轰在了他头上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和赵董还是同学呢！”王鹏还想说什么，我抬手打断了他们：“事情很明显了，各位，咱们公司出现了以次充好、中饱私囊的高层。今天开始，监理会、法务部、财务部将组建联合调查组进行彻查。想坦白的自己尽快说罢。”我回头看了眼屏幕上的刘伟，身为总经理，我希望你自己找我解释清楚，而不是在大家面前自找难堪。刘伟面色难看，点了点头，直接就下线了。我看了一眼紧张低着头的各位管理层，微微叹了口气。
我的确是贫困户出身，艰难走到今天，我成就的一切，不想被任何人毁了。谁想毁了我，我就毁了谁。说罢，我看向了秘书，沙比公司处理一下，这2个人你也处理一下，我去联系媒体。秘书答应了一声，我直接离开了会议室。陈强和王鹏当然想找我求饶，但是却被秘书喊来，保安直接拦下。我出了公司，迎面就撞上了陈莹。我本想直接走，他却不依不饶地开口了：呀，这真是被开除了呀！我懒得搭理，正准备走，身后就传来了一声怒吼：你这婊子说什么呢？谁让你这么和赵董说话的？我一回头，陈强和王鹏正气势汹汹出来，朝着陈莹大骂。我没搭理这些人，直接上车离开。我在后视镜里看着这几人还在嚷嚷着吵。后记：陈强家的公司倒闭了，是我的手笔，不过也因为他自己公司不干净，一查就查出问题了。公司倒闭之后，陈强、王鹏和刘伟也都进去了。我本不想过于追究，可惜刘伟仍想负隅顽抗，我自然不可能当个软柿子。渎职、贪腐，一个都跑不掉，先进去蹲10年再说。所幸一切发现的还早，问题产品大多还在仓库没有发出，少部分我也进行了紧急召回，该道歉道歉，该赔偿赔偿，我没有捂着，损失不小，但长远看来不亏。调查清楚以后，我直接发出联合调查公告，打了一场漂亮的舆论胜仗。此后，业内都将知道我的公司、我的产品容不得一丝瑕疵。而我家别墅门口这3个月也没消停过，只要我出差回来，总能看到陈莹徘徊在附近。他倒是想找我，但我出入都是开车，他靠近不得，我也没给他靠近的机会。我本想让他走，直到我不经意间看到他举着手机在别墅周围自拍，就打消了这个想法。既然有些人天生就这么可怜，我又何必和他多纠缠？但凡我不搭理，陈莹自然坚持不了多久。果然，没多久，陈莹的身影消失不见。而经过这场同学会，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，专门用于赞助那些拥有珍贵品质却一时穷苦的孩子们。我始终相信，人本身的珍贵是最大的价值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